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经接近1年的时间。1年来，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一直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和平恐怕遥遥无期。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空军和海军专家西达尔塔考沙尔分析，未来几个月俄罗斯如何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对此，西方已经制定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德国提供了猎豹自行高射炮。西方不断介入，会否使得2023春季攻势更加惨烈？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一起来洞察关键。Чего вы мне ответите? Я знаю, что контрактов нет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Мне директора сказали. Ну чего вы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дурака-то валяете? Контракты когда будут? Я вот о чем говорю. Нет, директор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говорят, нет контрактов. А у вас все сверстано. Ну, вообще-то в кварталах. Вот. О чем мы говорим? Не понимаем, в к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живем.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普京神情严肃，言语犀利。这段俄新社发布的视频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月11号，普京在2023年首次政府工作视频会议上，因飞机制造企业拖延订单问题，对副总理兼工贸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提出了严厉批评。普京称，现在许多企业都没有收到2023年的订单，时间持续太久了，企业必须了解这些信息，还需要扩大产能。普京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说道：“你不清楚我们当前的处境吗？”最后，普京要求曼图罗夫在1个月内解决合同问题。外界分析，美欧国家被禁止向俄提供民用飞机，就连飞机配件也受到制裁，相应的保险服务和维修服务也遭到严格管控。西方的制裁使得俄航空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此前，普京希望借机挖掘技术、工业、科技等方面的潜力，推动俄航空工业发展发生质变。但是事与愿违，俄罗斯航空工业迟迟没有传出好消息。近1个月，美国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达到空前的程度。在去年圣诞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时隔2周，在本月6号，美国白宫再次宣布，美将向乌克兰提供超3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项援助包括装甲步兵车和运兵车以及榴弹炮。此前1天，美国和德国共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美国的布拉德利装甲车和德国的黄鼠狼战车。不仅是美德，其他欧洲国家也用实际行动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立陶宛已经承诺向乌克兰运送防空系统，法国承诺将向乌提供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而英国方面也表示将向乌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1月15号，据塔斯社伦敦报道，英国星期日人民报援引国防领域消息人士消息，在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坦克后，还打算向乌克兰提供4架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浴火空地导弹。不过随后，英国国防部对关于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文章予以否认。现在相关网站已经删除了关于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阿帕奇武装的文章。值得关注的是，波兰总统杜达近日也表态，波兰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1个连的豹2主战坦克。至此，波兰成为了第1个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西方国家。豹2主战坦克由德国研制，是一款性能卓越的主战坦克，最大公路速度为72千米每小时，并且具备完善的火控系统，一直名声在外。该坦克曾出口波兰、土耳其、奥地利等国，但是德国在出口该坦克时，与采购国签署了禁止转让协议。想要将豹2坦克给别国，必须经过德国的同意。其实，乌克兰早前一直向德国索要该型坦克未果。波兰此次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个连的豹2坦克，立即惹怒了德国。德国政府在1月14号公开批评了波兰的这一举动，称其在未经柏林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向乌克兰移交豹2坦克是非法行为。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更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迫于外部压力就向乌克兰供应主战坦克问题做出仓促的决定。Es wird also nicht dazu kommen, dass in Deutschland aufgeregte Stellungnahmen, schnelle Äußerungen dazu führt, dass wir über so ernste Dinge, die mit Krieg und Frieden zusammenhängen und mit der Sicherheit unseres Landes, der Sicherheit Europas, einfach mal so aus der Hand schütteln。尽管在欧盟内部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存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但是欧盟组团要为乌克兰站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乌克兰基辅邮报本月1号透露，下个月2号将有超过10名欧盟高官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国政府成员会面，并参加第2天举行的欧盟与乌克兰的峰会。刚刚正式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表示，欧盟已经为俄乌战争做好长期准备，
必要时为乌克兰提供全面支持。消息还透露，届时乌总统泽连斯基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峰会，讨论对乌经济、军事支持、金融和能源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对此，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北约事实上的成员国，并确信乌克兰将获得长期寻求的武器，包括坦克和战斗机。因为现在就是乌克兰呢，是不是北约成员国，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北约呢，他已经把乌克兰呢是作为一个战场了。他利用自己的先进的武器，那么利用乌克兰人打俄罗斯，把俄罗斯彻底打垮。有评论认为，俄乌新一轮战斗将极其残酷。一方面，俄罗斯接下来会加大军事力量投入，争取把乌东4个已经在法理上成为俄罗斯领土的州拿下来，因为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不可以败也败不起的。另一方面，乌克兰和北约也没有闲着，现在北约正加速提供装备，同时也在加速培训乌克兰军队。尽管俄罗斯面对的压力不小，但在1月11号，普京指出，西方关于2022年俄罗斯命运暗淡的预测均未成为现实。普京表示，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空前制裁的背景下，是俄罗斯政府所做的工作帮助俄方顶住了国际压力。据悉，普京在去年12月中曾公开对外称，到2022年底，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约2.5%。俄罗斯那么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呢还是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说像这个卢布支付令呀，接管西方公司啊，还有这个平行进口合法化呀等等。那么这些非常措施，那么也这个减缓了西方制裁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后果。西方预测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去年的衰退了可能要达到20%以上。但实际上呢，那么去年的这个俄罗斯的衰退了只有2.53%左右。从这一点上来讲呢，那么西方预测的呢，那没有成为现实的。俄乌冲突还在进行当中，不少分析都认为2023年俄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杨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从目前的这个政治和军事态势来看俄乌双方立场差异太大，都不愿走进谈判桌而且双方都在调动和部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军事力量欧美呢也在增大力度支援乌克兰这一切都意味着2023年的俄乌冲突将延续甚至升级。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有了这个计划，就是在1周年的时候要争取召开一个国际的峰会。那么他也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计划。那么泽连斯基总统主要是想通过1周年这样一个纪念日来赢得世界的舆论的支持，赢得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想法肯定会遭到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政府的激烈的反对。好，陈先生，我们知道，在2022年12月29号的时候，一枚 S-300防空导弹从乌克兰境内落入到了白俄罗斯，而此前的一枚防空导弹也是落到了波兰。那您觉得所说的这个冲突升级，会否包含着地理上的升级？比方说蔓延或者外溢到了乌克兰之外的地方？我认为整体上来看现在俄乌冲突在地理上扩大的可能性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首先是俄罗斯那么恐怕在目前这个阶段，它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来跟跟这个北约来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随着这个北约我们叫这个北扩那么吸纳瑞典和芬兰包括未来北约在东欧加强军事力量，那么其实俄罗斯也是未来会在这个波兰边境包括在白俄罗斯加强这个军力的部署。俄罗斯和北约实际上会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新冷战的局面。而且呢，可以说这种新冷战缺乏传统冷战的一系列的这个机制，那么来管控双方的冲突，所以我想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1月初，美国方面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是迄今为止单笔数目最大的一次军援。那如此一来呢，自从拜登上台以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接近249亿美元。那陈先生，您觉得美国要通过这么大的动作来拖垮俄罗斯，那他要撕裂俄罗斯的这个目的究竟达没达到？
我想对美国来说啊，当然他是很希望，那么通过这次俄乌冲突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国力，但是实际上来看呢，美国也许能完成它的这个部分的目标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确实经济上还是面临着未来很大的发展的压力，那么军事能力也受到一定的损伤，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要把这个俄罗斯彻底打垮，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低的，因为总体上来看，俄罗斯虽然经济上未来发展呢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现在的这个经济总体上还是可以支持的，尤其是它这个国内政治的稳定国内的民众总体上也是支持这次对乌克兰的它叫这个特别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话，美国想要打垮俄罗斯甚至说打散俄罗斯的这样的企图，恐怕是难以得逞的。为何欧美都支持乌克兰共同来对付俄罗斯？杨先生，您能否给我们讲述一下这背后有哪些历史渊源呢？美国、欧洲30个国家组成了北约北约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那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从冷战结束之后逐步就形成了一种安全困境，就是说双方各自追求自己安全的举措往往会引发对方的怀疑和安全忧虑，从而双方就轮番升级，不断的各自加强自己的安全措施。而且随着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这个各方面的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在乌克兰的利益也在扩大，支持乌克兰实际上就成为了美欧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北约的发展要实现的共同的任务了。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多次露面，包括他直接批评副总理，以及急于澄清西方制裁并没有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那其实给外界看来呢，无论是面对俄罗斯本国国内的问题，还是俄乌冲突来说，他似乎都非常焦虑。陈先生，您觉得普京在2022年到底面对着怎样的压力？未来2023年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我想2022年普京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那么可以说，首先是他这个军事上他这个俄乌冲突开始之后，似乎这个进展没有他过去所想象的这么顺利。那么后来经济上又是遭到了这个美国的全面的制裁现在据说这个制裁的项目已经达到1万多项那么具体的统计数据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制裁的规模力度还是非常大。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油气能源的出口，那么尤其是卖到它过去的这个主要市场欧洲等等，那么应该说未来这个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想2023年俄罗斯会继续的面临这些压力，军事上怎么样来破局？那么目前来看似乎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这个能源出口方面，2023年的难度只会比2022年更加的大，因为新的制裁措施不断的在出台，那么在不断的落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失去了大量的这个能源出口的收入那么未来它这个经济，尤其是这个预算怎么样来维持，那么也是普京要考虑的问题。